王一博新西兰穿大棉袄反差出圈，网友调侃，又是那句你们不懂。3伏天的空调房里，我裹着薄毯刷手机，冷不丁看到一张照片。王一博穿着件蓬松的黑色厚棉袄，站在一片异国风景里。第一反应是，这哥们是不是过糊涂了？窗外蝉叫得正凶，柏油路晒得发白，稍微走2步后背就能湿透。这种天气穿件短袖都嫌多，他倒好，直接上了冬装。8月穿棉袄，在北半球看是怪事，放到新西兰却是常识。人和事都一样，换个坐标再看，答案就完全不一样。大家讨论王一博，也不光是好奇他穿什么，更多是羡慕他那种状态。他不多说什么，可你能从他一次次选择里看出他心里头有数，喜欢就去，不想热闹就不凑，生日想低调就低调。这种自由感不是喊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有人把清醒挂在嘴上，有人把自在活进了日常。王一博显然是后头那种，一件黑棉袄挂上热搜，乍一看好像小题大做，可仔细想想，里头藏着2件事，一个是很多人对南北半球季节差异的小误会，一个是大家对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悄悄关注。误会讲明白了，反而让人更瞧见了他身上的那点定力。别人讨论归讨论，他该干嘛还干嘛，既不跟着热搜跑，也不为了被理解而改动自己的节奏。热搜热闹1-2天就散了，可这画面在我脑子里还挺清楚。王一博穿着那件黑棉袄，走在皇后镇的雪地里，手里提着滑雪鞋，像是去赴一场自己喜欢的约。世界很大，季节不统一，人心里的4季更是各过各的。能在自己的时区里安安心心做点喜欢的事，就已经很好了。把宠溺写进细节里，王一博工作室的爱意藏不住了。娱乐圈的艺人工作室常常被粉丝诟病为拖后腿的存在，要么宣发跟不上，要么公关掉链子，要么干脆把艺人当摇钱树使唤。但王一博的工作室却在这片雷区中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他们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轰炸，也没有肉麻到尴尬的表白文案，而是用一种近乎低调到骨子里的方式，把对自家艺人的爱意细细密密地编织进了每一个日常工作的缝隙里。那种爱不张扬，却扎实的让人没法视而不见。打开王一博工作室发布的物料，你很难找到那种千篇一律的精修9宫格和空洞无物的彩虹屁。他们的镜头里总藏着一些只有真正在意的人才会捕捉到的瞬间。可能是王一博在片场候场时靠在角落闭目养神的样子，可能是他在练习室里为了一个动作反复打磨到满头大汗的侧脸，也可能是他对着窗外发呆时那种不设防的安静神情。这些画面没有刻意凹造型的痕迹，却充满了我们在认真记录它的温度。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家人拿着手机默默拍下你所有认真生活的时刻，不打扰，但一直在。更让人动容的是工作室在细节上的极致用心，他们会为王一博的每一个舞台精心设计专属的呈现方式，从灯光色调到运镜角度，每一帧都像是在打磨一件艺术品。他们会在他生日时策划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，却不刻意煽情，只是让一切美好的恰到好处。他们会在面对争议时选择最克制的回应方式，把保护放在第一位，把喧嚣挡在门外。
这些看似琐碎的举动，串联起来就是一份无声的告白。我们懂它的珍贵，所以我们用行动替它挡住那些不必要的消耗。粉丝们常常戏称工作室是王一博的头号站姐，因为这个团队实在是太懂他了。他们知道王一博不喜欢冗长的煽情文字，所以文案总是简洁利落。他们知道他不爱被过度包装，所以放出的物料始终保持着一种真实粗粝的质感。他们知道他对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认真，所以从不给他安排那些消耗信任的快餐式合作。这种默契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的，它需要长期的观察、真诚的沟通和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工作室的每一个决策都像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：这样做对他好吗？在流量更迭如此之快的当下，很多团队会选择透支艺人的短期热度来换取最大化的商业回报。但王一博工作室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淡定，他们不急于把它塞进每一个热门综艺，不急于蹭每一个网络热梗，而是有节奏的让它出现在真正适合的场合里。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深谋远虑的爱。他们守护的不是一个当红的偶像，而是一个可以走得很远的演员、舞者、赛车手。他们比谁都清楚，王一博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话题量，而在于那份不可替代的独特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工作室对艺人好是本分，但本分和用心之间，隔着的是无数个需要选择的小时刻。在那些没有人看到的后台，在那些仓促转场的间隙，在那些凌晨收工的疲惫时刻，工作室成员始终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，成为他最安心的后盾。这种爱没有写在任何一份通稿里，却真实地存在于每一次接机时妥帖的安排，每一次活动后及时的衣物披上，每一次面对镜头时默契的眼神交换。说到底，王一博工作室的爱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他褪去了职场关系的冰冷外衣，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家人般的共进退。他们不是在为他工作，而是在陪他成长。这份感情无需刻意宣扬，因为它已经流淌在每一个被精心对待的瞬间里，让所有关注着他的人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，原来被一个团队真心实意地爱着，是一个艺人能拥有的最踏实的底气。所以说，一件黑色棉袄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街头偶遇，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、更加松弛的王一博。别人关注的是热搜和话题，他在意的却依然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做的事情。而工作室藏在细节里的那份用心，也让人更加明白，王一博能够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，背后同样离不开团队长期以来的陪伴和守护。或许真正舒服的状态，就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向别人证明自己。喜欢滑雪就去滑，想安静一点就安静一点，面对外界的声音，不必每一次都回应。这大概就是王一博身上最特别的地方，身处热闹之中，却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么，你怎么看这次新西兰偶遇的王一博？你觉得他这种不被热搜和流量牵着走的生活方式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李春正。我们下期继续聊王一博的最新动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